你看这个已经觉得够小了，对不对？它竟然是一个滑鼠，然后它还可以再缩得更小。超级小巧，然后你看任何小包甚至这种小口袋，你就直接放进去，超轻的。但它还是一个全功能的滑鼠，你看它背后可以连接到3个装置。那中间这个按钮呢，它是触控板，那一样可以搭配 Logic Option Plus 上面所有自定义按钮。所以像我剪片要用 Final Cut 的话，我要自定义按钮上面都还是可以去做设定。然后看它按键是静音的，所以你在外面如果图书馆要用的话，超级安静啊。这个东西你看这么轻薄，超级轻薄的，然后它是一个全尺寸的键盘。然后你看如果你今天在连接你的 Mac 啊，或者你的 iPad 上面，所有这些快捷键还是都有，然后一样可以连接3个装置。你看按键的宽度其实跟我笔电是差不多宽的，然后上盖可以让你保护收纳起来的时候，完全就不用担心会去压坏它。看超级轻巧，丢在包包里面也完全没有问题。像行动办公啊、数位游牧，你看这2个搭配起来超级完美。今年大家的焦点应该都会是在 Apple 即将要推出的折叠手机。那我们也相信很多的厂商也会陆续推出相关的产品线。那我个人觉得折叠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可以缩小的体积内保有同等或是更多的生产力。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2个重点产品，完全符合上述的概念还有优势。好，那第一个产品其实从刚刚到现在都一直在我的口袋内，看不出来吧？那就是 Logitech 的 Mobi 无线折叠滑鼠。我们就很不可思议，你看这个小家伙竟然是全功能的滑鼠。那这种尺寸呢，你要在可能衣服的口袋或是裤子的口袋里面，绝对都放得进去。你看随身携带，女生要放在小背包里面也不占空间。然后如果你要使用的话，非常简单，就是直接翻开，那可以看到它的电源就会自动开启。那当然你折起来的时候，它也会自动断电。那底部可以看到 USB Type C 充电口，那充电1分钟呢就可以使用22个小时。那充满电力可以用到1整个月。那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全功能的滑鼠，我们打开就会看到它底部配对的地方，即使这样超迷你的折叠滑鼠，一样支援配对3个装置。那你的笔电、平板一样多装置支援。那再来，它上面其实是有3颗按钮。那除了左右按键之外，中间这一颗呢，它也是实际可以按压的哦。那另外它还有指尖触控的功能，让你可以去卷动页面。那当然全功能还不止这样，因为是罗技的滑鼠嘛，他们生态系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 Logic Option Plus 这个软体。那现在我们每次开箱他们的产品都会介绍到，因为这个是可以让你完全自定义按钮的功能，还能针对不同的 App 开启时去自定义。那像是我们剪片的需求，我们就可以在 Final Cut、达芬奇、剪映等等都自定义，可以让你快速剪片。那厉害的是，这些设定不会跨到不同的 App 里面，让你一团乱。那设定好一次之后，还可以绑定你的账号，用过后真的会让你很难离开 Logitech 生态系。那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东西很实用呢？因为我是出国出差都一定要带滑鼠的人，所以今天不管是要连接我的 iPad 使用，那甚至是我的电脑，那即使呢 Mac 本身的轨迹板很好用，但是真的剪片时我还是习惯用滑鼠。那尤其加上 Logic Option Plus， 我都会设定好剪片专用的快捷键，那真的可以让我整个流程速度快上很多。那以后我出差就可以直接带着这颗，那不占空间，也没有什么重量。哦，对，它还是静音点击的设计。那像上次在饭店，我半夜要剪片，就不会吵到在睡觉的同事。那说真的，我拿在手上还是很难相信，可以做到折叠起来这么的小巧。那同时呢，还有这么好的续航力。那这边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实际使用上的感觉。那首先它本来就是以轻巧为出发点，所以我觉得你在使用上呢，我觉得可能前5分钟你要先习惯它这个滑鼠的配重，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那在你在握持的方式上面，其实你只要注意到你手指摆放的位置对了就好，那你手腕就可以非常自然的放在桌上去滑动。那再来你要习惯就是中间这颗按钮的位置，那其实每一颗按钮中间会有一个小空隙，所以你会知道要按到不同按钮的差异。那中间这个按钮除了可以按下去，然后设定自己要的快捷键之外，那手指去滑动这个面板，它就会有滚轮的功能，那使用起来很自然。那当然我不会说这个滑鼠是可以去取代专业的工作滑鼠，那像我平常在工作室里面用的 MS Master 4还有 MX Vertical， 但以我们这种移动办公的模式，我就可以直接让这款滑鼠常驻在我的包包里面，那外出随时需要滑鼠的时候就会很有安全感。好，那下一个产品也是超适合外出出差办公，也是 Logitech 的 Keys to Go 2。你看它整体也是非常轻薄的取向，但是你注意看它键盘的地方，我们对比我的 MacBook
MacBook Pro 在所有文字和数字键盘比例的部分，都是和原尺寸的键盘几乎是等宽的，所以轻薄之下也没有牺牲到你打字的惯性。那整轻薄程度也是放在包包会非常的无感。但是保护键盘的上盖是硬壳的设计，但合起来和打开都会有磁铁吸附来增加它的稳定性。那更厉害是整个键盘都是防泼水的设计，所以可能外出工作在咖啡厅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上面快捷键列，那首先一样是有支援连接3个装置，那可能 Mac、iPad、Android、PC 装置你都可以快速切换。那不管是 Mac 啊或是 iPad 使用的这些快捷键都可以直接使用。那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键盘按键回馈感上面，很多这种轻薄的键盘，他们最常牺牲的就是这种按键回馈感。但大家可以看这个按键的键程，其实是算深的哦。那回馈感也不会像很多轻薄键盘那种软趴趴，好像没有一个很确切回弹的力道。这个打字的确认感很够。另外呢，它和刚刚的 Mobi 滑鼠一样，是静音按键的设计。你在外面图书馆啊、安静的地方办公，也不会怕吵到人。然后配对的速度也是很快，它逻辑一样是打开上盖之后就自动开机连线。那我觉得这2样产品其实搭配起来的泛用性很高。那当然你可以针对你的需求来搭配。那首先这款 Mobi 无线折叠滑鼠，那你可以是随身携带的滑鼠。那不管你今天是笔电的用户、平板的用户，那甚至很多人现在1周只进办公室几天。那不论你办公的装置是什么，只要有这个放你的包包内，你就可以确认在任何的地方你都有滑鼠可以使用。那或是你也跟我一样常常出国工作，那也可以直接常备 Mobi 滑鼠在身边，不占空间也不重，让你需要高强度生产力工作的时候有滑鼠可以使用。那如果你是习惯使用多装置来办公，那可能在不同的电脑还有平板切换，那你还可以用 Mobi 折叠滑鼠再搭配一个 Keys to Go 2， 那一套系统都可以直接共用。那或者是你可能是在那种共享办公室工作，那可能时常需要移动不同的空间啊，办公开会，那 Mobi 滑鼠和 Keys to Go 2的键盘超级轻巧。那即使你不想带着包包，那你随手抓着或者你滑鼠折起来丢在口袋，都会让你携带起来非常无感。那重点是这2个产品都可以支援多装置的配对，那同时又是超级轻薄，让你携带起来没有负担。但当然现在人工作情境或使用的装置很多元，那如果是纯 iPad 生产力用户的话，我反而会建议你可能有不同搭配的方式。那首先你可能是很依赖轨迹板啊，轨迹板的爱用者的话，那你可能不一定需要滑鼠，那你可以考虑 Logitech 的另一款 Combo Touch。那你看它整个保护壳、键盘、轨迹板都是在一起的，那上面也有 Apple Pencil 收纳的地方，那它本身也是支架，你要追剧啊或是用社群也很方便。那当然重点这个就是比较针对单装置的使用者，这轨迹板的回馈感很好。那另外如果你一样是 iPad 的用户，但不一定是依赖轨迹板或是滑鼠来操作，你可能习惯使用模式是触控萤幕，那同时你希望轻便，但又希望你有时候可能有偶尔打字的需求、回 email 的需求或写作业的需求，可以有一个随身键盘，那你就可以考虑 Logitech 的 Flipfolio， 因为你看它在轻便的保护壳体积内包含了一个随身的键盘在上面。那你平常不用打字时呢，它就是一个可以提供保护不同观看角度的保护壳。当我需要的时候，后面的键盘直接抽出来就好。那其实我觉得 Flipfolio 如果你今天要搭配 Mobi 的折叠滑鼠也是可以，那就是带着多一份保障，反正它非常的轻便嘛。那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工作的样式是非常多元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我觉得就是针对很多不同的可能数位游牧，那或者像我们这种长期要跑来跑去在外面工作的人，那甚至很多可能就是行动工作者啦，日常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其实也不止，可能对像很多学生来说，这些也是非常适合搭配使用的产品。那真的很羡慕像这个时代，大家可能不论在工作啊，或者上课都有很多很好的配件可以选。那你觉得你们工作模式最适合哪一样产品？那可以留言跟我们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那今天所有介绍产品的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还有留言区，那大家再去参考咯。OK， 好，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